嘿，欢迎你来到 QEM 奢华美妆香水的频道欢迎这个 Podcast 的朋友以及 YouTube 看影片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来宾陈明老师还有林心娣来帮我们介绍这一支是面具的米兰面具。对，米兰面具的海明威。海明威，那为什么叫海明威？是不是请林心娣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也是致敬，就是海明威作者就是大家耳熟的嘛。那他有一个作品就是《老人与海》，就是描述那种就是他在海上捕鱼，捕了很多天，然后将近80几天，我印象中。然后他就是又一直不放弃，因为每天都捕不到嘛。但他这个故事后来就是得了诺贝尔奖，在某一年。那他的故事就是说，他到一直永不放弃的情况下，他到第80几天的时候，终于捕到一只大鱼了。哇！对，他其实故事是在致敬他。那因为米兰面具的创办人，他本身就是有在那个小时候也是在古巴嘛。那海明威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描述的这个场域也是在古巴，所以他等于就是把他那个故事放到他这个香水里面，想要致敬海明威之外，也强调就是他的那个精神，永不放弃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假如你在前面的努力还没看到结果，但是你在82天的时候放弃的时候，你83天就捕不到大鱼了。对不对？很多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抉择关头选择放弃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好不好？那我们来闻闻看，他想表达这个味道是不是真的激励人心？老师之前有闻过吗？有。那有没有让你这个算是激励你任何的心情？哇，振奋你的味道呢？有没有？哇，与其说用来振奋，其实可以让你感受到它真的是那种你生活的困境里面，你要寻求那种突破，是要非常有毅力。就跟这个气味，跟这个里面充满香根草的气味一样。但是我前面闻到酒味，你知道它那种比较 whisky 基底的，对不对？那一种老人与海嘛，我相信这个老人一定有喝酒的嘛。有没有闻到一点各种的辛香料的堆叠？对了，辛香料、烟熏感是。然后土壤感都有在里面。有。它是呈现那种画面比较昏暗的，你在那种跟他一直在跟那一只大鱼，老人鱼海那部故事里面，他跟那只鱼在搏斗的那种辛苦的过程，那种艰辛的过程，我觉得他都强调他是老人的。那你看又不是像年轻人，我只要继续努力就好。可是对老人来讲，那是很不容易，多么的，他是不是应该对辛苦一点？他继续坚持下去，比一般人他要有更多倍的那种付出，还有心情上面的那种压力跟沉重。而且老师讲这一段也让我想到动物星球频道，他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也要考量，对你是追了，那你能不能追得到？有时候你付出的体力比你回收的更多，那其实往往是更惨的。所以他们自己也要衡量，特别是刚刚讲那个老人与海，对吧？他如果没有衡量自己的体力跟这个耐受力还能撑多久，那万一他真的了累，最后没有捕到这一只鱼，他是不是自己更饿了？因为已经80几天没吃了嘛，是吧？应该还是有吃啦，只是还没捕到那一只大鱼而已。对啊，旁边有一些小鱼，还是可以补充一下。停了，对吧？好，对 ，OK， 好，林心，你前调闻到了什么？我就是非常多的那个辛香感的气味，再加上最明显就是香根草，因为带一点苦，而且是很苦香的那种味道，各种气味去堆叠出来。然后我闻到的就是，你说香根草吧，但是我觉得它这次还蛮苦的，就是有那个苦又带着苦，会让我们有一种就是坚毅感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对，我觉得它的有这样子，就是很勤劳奋斗的那种味道的感觉，艰苦，对，甘苦郎，所以他用香根草的苦味来代替。对，我觉得有带出它。你说那种黑暗的深邃感也有，这只是不是属于阳光明亮的那种味道？对，而且它带着一点潮湿，然后有一点湿湿的泥土味，对不对？对，它带一种草根的味道。
哇，好，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画面？除了老人与海，你们还有没有这个味道给你其他不同的想象跟联想嘞？我可以先暂停一下。好，刚刚因为老师画面需要一些时间搜索5分钟过去了，已经5分钟过去了，还好我们中间有按暂停。老师，可是我现在这样很怕会剧透。是吗？一点点还好。我们的那个，好吧，重点我不要讲了。我们听的人应该还没有到了。对，如果你怕踩雷的话，可以再快转，请快转3分钟这样。对，就是这一次那个《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今天只有第一篇而已，第一章，它总共有3章，到结局有3章，它今天是第一章，它每2年才能，2年后它才有办法出第2章，第2部，因为它的绘画是非常的精细，内容很仔细。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他虽然是坏人，可是他在前面的一次电影版那个叫做《无限列车篇》里面，他已经很强了，他已经打死一个那个岩柱了。所以呢，这次他又出现的时候，就换他会不会他就是他也算是半个主角了。他本身因为他要叙述的是他那个鬼，他在当初变成鬼之前，他在还是人类的时候。他的生活家里是很困苦的，然后他的父亲因为生了重病，他为了想办法，为了筹钱，然后结果赚不到钱，然后呢，等到有钱了之后要给他父亲治病，他爸已经上吊自杀了。然后后来被一个道馆的一个师傅收留他，然后请他来，然后呢，跟那个师傅后来长久下来也有感情。可是没想到后来因为一些事故，然后也被陷害，然后被毒死了。结果他一直觉得他一直很懊恼，觉得很悔恨，为什么自己不能保护这生命中对他那么重要的人？那种心情的沉重，他一直觉得到底没有办法。你知道那种内心的那种不能只单讲那种困惑，而是那种沉重、压力、无助，然后觉得我。对你最敬爱的人，你救不了。他后来一想到，就原来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强，所以他很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得很强，很强，很强。那种内心的那种，那也因为这样就被了那个鬼王无惨利用，对，把他的在当人的时候的记忆全部抹消掉了。因为其实他本身他并不想当坏人，对，但只是因为可能被鬼王利用了之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想要成为最强的，是对。然后可是那种内心的那种黑暗、那种纠结，其实在他当人的时候的那种情境，因为他已经忘记了。可是那样子的时空因素之下，导致他被利用了，然后他又不能够去回想起当初的他的自己的初心，是想要保护其他人，而是只是单纯的觉得自己我想要变得很强，我想要变得很强这样。了解。然后那一种，一旦你今天看到后面的时候，当他想起了，终于被他想起来的时候，他那种内心的那种愧疚、悔恨，就出现在那个画面里面，是，就很像这个味道那种烟熏，那种迷蒙，可是是带着那种晦暗的迷蒙感。对，是。这一支并不是一个很明亮，或者是说让人家很阳光的那一种，并不是。它开头，我觉得至少在开头，我们在喷的前调其实是蛮多的这种内心戏在里面。就是比较沉重、比较暗黑一点的这种心情啦。大海嘛，可能光线也不是很好，然后海浪的状况又不是很合适出航的这种天气。对 ，OK， 那前调其实前调我们已经讲的蛮多。那我觉得重点是他这种辛苦的搏斗的这种感受，在前调有呈现出来。有。那如果故事后来是激励人心的话，我相信他后调应该是要有所改变。对，我觉得后调会不会变成比较明亮一点？对，会不会拉尾盘呢？这很像那个开盘的时候，股市先大跌500点，最后上涨收尾，这可能要留到我们后调再来跟大家分享。喜欢香根草的人应该会喜欢这一支，会。而且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香根草，我还蛮喜欢这一支这种开头给你这种开场的表达。待会回头再跟大家分享它后面
OK，是不是可以拉尾盘？回头见。好，拜拜。嗨，各位听众 ，Podcast 听众，YouTube 的观众，后料回来了。海明威，这一支后来有没有拉尾盘？两位，老师，你有拉尾盘吗？还是蛮浓的，对没有变得很阳光，没有变得很阳光，乌云还没散去，但我觉得前面那么浓了，鱼还没抓到。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晦暗，比较平静了，只能说平静。风浪没那么大了。OK， 那但是味道有没有前后转折嘞？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转折哈。没有，我觉得不晓得是它变化很大，没有变化很大，对，还是它根本其实就不会 V 型反转了。它可能只有在前调，你会觉得有一些，你会闻到一些每个香气，每一种香材它散发出来的味道，让你去感受，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你闻到了香根草，闻到了烟熏感，闻到了木质感，闻到了土壤。然后呢，接下来大概10分钟、20分钟过后，我觉得它就维持它很平稳的一个味道啊 ，OK， 对，它的感觉它不是像一般香水前调，然后就下来，然后前后调很感觉很重，它就大概只有掉下一点点，OK， 可能本来10分变9分这样，啊，是持续目前的味道还在9这里这样子。对，我本来期望它是后调跟前调会有一个反差或是落差很大，对啊，我也是这样想，我想说是不是有那种就是终于补到之后那种心情开心的那个感觉出来。看来是我们自己脑补了很多了哈。我觉得应该没有，他没有要想象那种就是好像那种 happy ending 的感觉，那种反而是比较强调它的过程嘛。对，我觉得他那种过程，那种很面对生活困境的那种勇气，就是像这个香根草的味道一样，是很有坚韧韧性的。也许你觉得它有点晦暗，但是我觉得你要有点勇气，要去勇敢坚强的那种面对挑战，那种内心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力。对不对？那就像这个气味一样。是，我觉得这一支特别适合你在生活中。你即将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的时候，来喷这一个，可能可以跟你有同样的心情。我觉得香水有时候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味道可以代表你当时的心情。那无关好与不好，就什么代表你表示说，原来有个声音跟我是同样的。对。就那这个同样的味道，对，了解我的味道，现在这个处境的味道。对，我会很想要形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用的香水，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一个很愿意为别人用心尽心在付出的努力的一种态度的味道。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努力啦，不是努力啦，努力。因为我刚刚一直想到，那个什么。那个无限城里面的那个大主角，那个叫伊窝座，对，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你像，他不是我们只有看他表面他就只是一个很强那个怎么很强大的一个鬼而已，但是他背后隐藏的那种对于那种命运、生命的故事，对生命的故事一样，他是非常有意境的，对，是 OK， 非常有故事的一支香水。海明威这支香水非常值得你来闻闻看。它跟我们一般让人家开心的香水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故事的描述。对，因为一般的香根草通常比较清新一点。对，就跟我们一般闻到的，对。他会用一些带皂感，对，他会用带一点皂感或者是一些柑橘去把它的那个去综合掉它的那个土壤感。对，所以你会觉得比较，通常一般人接受度比较高。是。那其实他可能就是我就是不去修饰那个香根草它那个比较土壤晦暗的部分，没错，让它很自然的呈现出来。没错。因为你们在想这个香根草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香根草的代表应该是 Tom Ford 的那一支灰色香根草。那一支灰色香根草就有一种特别特殊的，稍微比较亮一点的香根草的气息，比较清冷一点，对，比较轻盈一点。那如果你有在学钢琴的话，我觉得它大概是在 C
4左右的这个音域了哈。啊？什么？对再说一次。那如果是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它大概落在 C2左右的这种比较低音的表现。好，那放在你的心情，你可以感受一下，大概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心境，施用什么样的香根草。我觉得这一支也是一支很好的作品嘛。对。那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是 C2或 C4的话，那个欢迎上那个这个各大 YouTube 看一下。现在就给我解释。你是看简谱是不是？对，难怪我听不懂。C2、C4是什么音阶嘛？就是 C 是一个 C 和弦嘛，哆咪嗦啦，对，哆咪嗦。那它是 C4是标准中央的哆咪嗦是 C3呐，那 C4是比较高一点的，那 C2是比较低音一点的，好不好？这个是这样。增广见闻一下，我也是最近才学的啦。哇，因为我最近正在练电钢琴，对还挺有收获的。哎呦我每一天都有录一点点，就是到时每天录候有一个半个小时。成果发表会，再邀请大家一起来，好不好？成果发表会，我再邀请各位。在这边。好了，这个都鬼扯的，还练钢琴是真的，不是鬼扯的。好，我要挑战48岁还可以把钢琴练好这件事嘛。我跟各位说，我大概进行了6、7天，确实有收获。好，等我的成果发表会，欢迎持续订阅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跟 Podcast。对啊，非常高兴在这边见到你们，通勤时间都可以听。因为我们刚刚有评分了吗？评分哦，好，还没。老师给几分？我会给他9.6。OK， 那 Cindy 9.5。9.5，学姐嘞9.8。哦，学姐很高分啊！因为我觉得它蛮还原《老人与海》那一本书里面要呈现的意境。有啊，如果你们有看过电影，那个画面会更冲击吧。就有一幕，他是在跟那个鱼搏斗，他要抓那一只鱼，最后他终于要抓到那一只鱼的那个大，可是他是先经过了一个暴风雨吧？有。对，他先经历了暴风雨，然后遇到那一只鱼，是，然后终于他要把它征服的时候，那个画面很像你一开始喷上这一支香水的感觉，就是海浪拍打到那个船上面，你会闻到海水的腥味跟海藻的香气，然后跟木头的味道，船甲板的味道，对，木头甲板，然后最后面的时候就会很像他一阵搏斗之后，他回到岸上，他抽了一根烟，因为我觉得后面有点烟草香，在休息的那个意境，我觉得他很还原，真的要还原那一本书的感觉。对，学姐讲的这个画面很好，因为他刚刚讲的时候，老人与海在跟鱼搏斗，我刚刚想的是老人与钢琴这个画面，就我在跟钢琴讲到你的画面吗？我就是说这支是一支非常有故事画面的香水，鼓励你来我们现场这边试试看这一支。好，适合不一样的香根草。低潮的时候，这支也是跟你做伴的一支香水，对，好不好？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